好，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哦，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是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6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我叹了一口气，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錢，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哎，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
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啊，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哎，这个今天那个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就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哎，最后那个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我是付涛。好啊，好就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庞博、周奇墨，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碎的都拼不上啊。现在轮到我了，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太崩溃了，录这节目太累了，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是吧？多开心的事儿，聊得也很开心啊。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哎，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我心里想，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你香港没有电脑吗？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周奇墨就说：“哦，这个脱口秀啊，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具体是这样的，就巴拉巴拉的讲了一整套。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只有我眉头紧锁。我心想，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虽然啥也不知道，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我说：“你学会了吗？”完了之后，我说完就看着这个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我就看看星爷，我就看看周奇墨，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一严肃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没错，朋友们，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身体非常虚，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一身半那是起步价，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 I'm back， 我是自行车啊。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就完事儿了。我的中年油腻，同时非常俏皮，就特别的烦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给你讲大道理，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又突然冲到你面前，往你脸上弹水。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人家这个职场霸凌，职场是职场，霸凌是霸凌，毫无关联。就被我弹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哎，都不知道说啥。他说：“你这也不是 PUA 呀，你这是破挖破呀。”你这个梗啊，就是破。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
我就想，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那可咋整？我都能想象是吧？老师在台上上课说，已知这个三角形啊，顶角是32度，通过这些条件呀，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是吧？边长求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回家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一张3分的。是吧？一张6分的，然后他就在这问我，说：“爸爸呀，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对喽，都在9里啊。想想就让人上头啊。所以喝酒啊，还是要喝真正纯粮、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老村长不上头。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是我就比较欣赏的，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天下第一最好。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就知道大伙儿都忙，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都在酒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朱鹤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在工作当中呢，我的工作性质是一个捧哏演员。很多这个观众不了解什么叫捧哏演员，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就是跟那个于谦老师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像他一样那么无聊，也没有他那么实在。我经常就是怼我的逗哏的，然后就是怼着他哑口无言。他说我是一个进攻型的捧哏，他说现在鹤松已经渐渐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怎么就渐渐的了呢？我就不能好好的走这条路吗？因为就是我这种状态呀，很难在相声界寻得更好的突破了。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搞一搞这叫 stand up comedy， 站立式喜剧。所以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一个站立式搞笑，有时也跪下的艺人。就是你们要是笑了呢，我就站立式；你们要是不笑呢，我就跪下。能来到这个舞台上呢，鹤松确实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就是想让我的生活富裕富裕。好多人问我，那朱鹤松你想挣一些钱，你怎么不上综艺呀？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编造一些借口，因为我们公司有那种合同，有那种经济违约合同。再加上我们的档期安排不开，所以说我就不能去参加。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合同，德云社对我们非常不薄啊，随便的接活，真的，他压根儿就不管我们。连我的医保都断了3个月了。我现在我都不敢生病啊，我都。很多人问我，那你靠什么生活呢？借钱。不是小额借钱，为什么呢？因为大额他们不借给我。这我的师兄弟们经常劝我，朱松你得努力呀。我努力的喊了，他们真不给我。我也想从机场出来，很多粉丝拿着相机嘎嘎嘎给我接机。我不想再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一帮人过来问我厕所怎么走。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带他们去。因为我是一个热心肠，天津人骨子里流淌着2样东西，一个是热心肠，一个是曲艺，所以我成为了一名曲艺演员。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上英语课，就刚才有人提到李雷韩梅梅，我学这篇李雷韩梅梅问路的这篇的时候，我是用天津快板展示出来的。当时我就是老师一讲到这篇，我就把快板拿出来了。当时那快板这到朱日区了，哎，拍对，
哎，打起节奏，哎，行，别拍了，喂，我张不开嘴了，好，停。哎，当时我是这么唱的天津快板：Hello， 哎，my name 李雷，my name 韩梅梅，so late sister， 这海河怎么够啊？我用不用坐火车？我用不用坐轮船？哎 ，no， 你不用摆春，也不用摆 shape， 哎，顺着我的hand，你就 look。lesson 完以后，这李雷往前走，是左走也不到，哎，右走也不到。他是走绕向进了圈套，哎，我只说我是热心肠，我没说认识道啊。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你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咋辩证啊？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因为我学完哲学吧，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矛盾。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上午还在上课，我学那个《资本论》，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剥削你的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加班。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然后想干脱口秀，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那是不太好。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知道干啥好。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我说这样吧，我决定了，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他说好主意啊，就差一辆车了。我研究过了，咱俩可以先租个车，等赚了钱再买就行。他说先租车再买车，你没看过《骆驼祥子》吗？于翔宇，你要租车你就完了，你就一直给人干吧，你还叫什么翔宇啊？你就叫祥子。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啊，这个咱们学哲学啊，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我做不到。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我当时回了趟学校，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俩人在聊买学区房。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我崩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他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你像什么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自幼喜好哲学，11岁学习宗教学，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21岁继承父亲遗产。我课程表上没有这么看，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你看他写那些句子，什么意志决定命运。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
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了就会无聊。我想无聊，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有趣有什么用呀？你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穿着一件真丝睡袍，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没啥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祥子，我从那里来，想到那里去。杨振业，三毛教育相遇。有朋友们，我曾经是个说唱歌手，没想到我第一次来爱奇艺是来录脱口秀节目的。有朋友们，我做说唱是因为我想要吸引女生的喜欢，因为很难，我长得不高。我之前还跟化妆老师说，就别让我穿增高鞋。我说我怕观众看不出来我长得不高，他们说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很难做一些那种很绅士的事儿，什么下雨天给女生撑伞。每次我做，他说还是我来吧，你戳到我眼睛了。就我发现有的时候女生拒绝我，他们会给的理由会给一些特别通用但不伤人的理由，让我感觉是从 HR 那儿学来的。就之前有一次我追一个女生，追了4个月，然后她拒绝我的原因是她只跟年纪比她大的男生谈恋爱。朋友们，我太生气了，我说你这个不能4个月之前告诉我吗？我说你是觉得我这4个月里面年纪会超过你吗？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人还不错，但又不喜欢你，他就会在拒绝你的时候说一些挽回的话。之前有一个人拒绝我的时候，他说：“但是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朋友。”我想说，我不接受调剂。所以大家看得出来我为什么要做说唱。就身高和情商都不高。就大家想听我的作品，可以上全民 K 歌。但是我没有骗人，我真的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做过3年的说唱。对，3年说唱，5年高考。但其实写说唱也不难，它就有点像是在写诗，每句话的句末押上韵。哎，而且朋友们，你知道诗歌其实他们更严格，他们还要控制音律平仄。就有的时候我会幻想，我们古代那些诗人有没有可能其实也是说唱歌手？就有没有可能他们歌词流传至今，音频早已失传？就想象一下唐朝的中秋晚会，主持人说：“哟，介绍一位来自川渝地区的中国风 rapper 李白 ，A.K.A 青莲居士。”然后李白上台穿了件长袍，是 oversize 的。李白说 ：“Yo, what's up， 玄宗？”下面给大家带来我的新歌《静夜思》。姐姐，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旁边就出来一个人要 diss 他，出来一个说：“哎，等一下，哥们儿，你这个名声和实力有点不符。这里是杜子美 ，A.K.A 杜甫。”哎，朋友们，我觉得如果杜甫是 rapper， 没有比他更牛的 rapper 了，因为杜甫的词是最反映现实、最 real 的。没有哪，我给大家演一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首歌 real 到它不像是在艺术表演，它像是在报案。警察同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警察说他们做什么了？公然抱猫入竹去。你想得到什么补偿？安得广厦千万间。其实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说唱跟诗歌做关联。在三国时期，有一首诗叫做《七步诗》。这个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叫曹丕的人问他弟弟曹植：“你有 freestyle 吗？”中文第一首 freestyle， 但是于生死之间，没有就弄死你。曹丕后来死得很早，所以可以看出来，问别人有没有 freestyle 的人，下场都不大好。好，为了能有好的下场，我先下场，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上97，我也来自德云社。很多人我相信啊，听到上97这个名字不熟悉，哪几个字呢？我可以简单的拆开了每一个字，完完全全的分享给你们。上是哪个上？时尚的上 ，fashion。9是哪个9？7、8、9的9 ，9。西是哪个西？中文我会，熙熙攘攘的熙。英文有会的吗？全懵了吧？得亏我们选手里有史岩老师。我说我西不会翻译啊，史岩老师特别热情。哎呀，那不就是 ABC 的西吗？其实啊，相声演员站到这个舞台上还是挺忐忑的。为什么呢？因为民间盛传相声演员讲脱口秀是降维打击。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回预期违背。乐了，这个包袱设计的有点违背预期了。这回不光我来了，我的2个师哥也来了，阎鹤祥、朱鹤松，但他已经不在了。我心里就更没底了。那天我上我师傅家找我师傅去了，我说师傅，我要去讲脱口秀，讲得不好，是不是给您丢人呢？啊，我师傅也是郭德纲啊，我怕有的不知道。我师傅说那有什么的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吧，尚文博。是不是还有你俩呀？朱凯、严鑫。其实说相声啊和讲脱口秀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你看啊，我们说相声的有大褂，你们没有；说相声的有师承，你们没有；说相声的有搭档，阎鹤祥没有。说相声的有人骂，这点和脱口秀不相上下。其实来这儿比赛，我觉得温和多了。你们想想啊，这要是个相声比赛，淘汰一个节目，2人全回家。在这儿2人能说2段，淘汰一个，保不齐还能剩一个。抢到个什么复活牌啥的，就把淘汰那个给提溜回来了。就这么相互扶持，相互拉扯着，搞不好我们是要进决赛的呀。到了决赛，那就是我们相声人的主场了。你们好好想想，就德云社论摇人这块儿，以往的决赛，好好都回忆回忆。几百个师兄弟儿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你们哪家厂牌无所谓 ，talk show stand up anyway， 云鹤九霄一就位，在哪儿不干相声大会？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我得说说杨笠。为什么突然提到杨笠呢？我们俩是校友，都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这玩意儿你们乐什么？我们学校是个笑话啊！北京服装学院，顾名思义，
最强的专业，肯定是喜剧呀。这屋里就俩干这行的，但是啊，我比杨丽大了4届，说明一个问题，我在学校压根儿就没碰见过他，多悬呐！要不然作为学长，我是有概率接到他新生入校的那个画面，搞不好就是，这就是北服的师哥吗？也太普通了吧！你为什么不考清华呢？是不喜欢吗？我还得寒暄呢。清华呀，嗨，没听说过。谢谢大家，我就是上97。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音乐人，然后时隔3年又尝试做喜剧的菲菲臧鸿飞，咱这说说说唱，因为我是一个说唱爱好者啊，我听了好多说唱，中国的、美国的，听了几百首，我怎么感觉都是一首歌啊？就是所有的人都说的一个事儿，总结了就是4个字儿，就是我太狂了。就没有前经过，就告诉你一个结果，就是我特别狂，就有一种信念感。我觉得这么奇怪，然后这个奇怪的感觉最近到达了一个巅峰。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一首歌，就是什么叫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万米高空下来不用降落伞，我都懵了呀！万米高空下来不用降落伞，这都不是超出我的认知啊，这都超出牛顿的认知了。后来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位歌手就还健在，这就不对了，就肯定有人错了呀，要不然就是这个歌手错了，要不然就是牛顿错了嘛，是吧？那肯定是牛顿错了，因为说唱歌手都 real 嘛。还有啊，好多歌手都爱说什么我们来自街头，我一打听都上过大学，哇，好丢脸！你说唱歌手上大学，我跟你说，就在我心里，这搞街头文化的，他但凡上个到高1，在我这儿塌房了。哎呀，终于热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而且现在有一句话特别讨厌啊，一个说法，说这个说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我说句公平的话，热玛吉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过，比说唱效果好多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我不光做了热玛吉，我还做过超声刀、超声炮、腹痛拿4D 打了下颚线、瘦脸针，然后做了眼袋、填了泪沟、脖子上打了颈纹。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项目还长成这样呢？这就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了。后来呢，我还因为做热玛吉上了热搜，然后呢，好多那个热玛吉的医院就在那个热搜底下打广告。他们怎么说的？臧鸿飞都在做医美，你还在等什么？那些网友也很欠，就是等什么呀？等你们医院辟谣的呗。后来我因为那个热玛吉上热搜的那时候还得到一个热玛吉的代言啊，那个医美机构呢就把我的照片挂在那广告牌上，挂在医院门口，然后就好多人问，哎，怎么就1张啊？术后的照片呢？然后因为我在摇滚圈嘛，然后做医美，就有人调侃我说我是什么滚圈网红脸，说你怎么还整容呢？什么摇滚不是要 real 吗？咱们不是摇滚不死吗？我说你们是没到我这个岁数，摇滚是不死啊，但真老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王悦。我是一个来自成都的女演员啊，美不美？谢谢。其实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困扰啊，在我们那边，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一般就会叫帅哥或者美女。我长成这个样子，每次路上不管别人叫啥，我总会下意识的回头，我说耶，都在叫我。那后来就有观众说啊，他说哎，我其实觉得怎么叫你都不合适，最合适的就是叫你一声老师。我说哦，你该不会是想尊重我吧？但我第一次在台上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我说哦，什么老师啊？他说韩红老师。在工作里面也是啊，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3天2晚封闭式的培训。我当时进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给我安排同住标间的是一个姐姐，她还带上了她3岁的儿子。我刚推门进去，小朋友就拉着我的衣服在那儿，哥哥。我习惯了，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5次的客户，他管我叫王哥。
但小朋友的妈妈一听就不得了了，立马就站出来纠正他，义正言辞的：“瑶儿，他不是哥哥，他是个姐姐。”小朋友才3岁，他的人生根本就经历不住这么大的变故啊！立马就哭了，妈妈一着急赶紧就改口了：“哎呀，你不准哭了，他就是个哥哥。”朋友们，小朋友不哭了，我有点想哭了。我感觉我这个人的性别吧，是男是女，我自己说了不算，要根据当时的人情世故来看。就感觉我这个人吧，性别还挺随和的。这个事情到了晚上，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开视频。朋友们，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你知道吗？那边就在问瑶儿好不好耍？小朋友好耍好耍，还有个哥哥跟妈妈一起耍。小朋友说完过后，电话那头跟电话这头都沉默了。那个姐姐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她把手机摸出来往我这边转，她说：“你要不然在视频里面跟我老公打个招呼解释一下。”我说：“会不会更说不清了？”但其实她把手机往我这边转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把声音调整成夹子音了。没想到视频一转过来，那边说：“哎呀，是你呀，王哥。”哎，其实我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被别人认成男孩子啊，我自己不介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性格也比较独立要强。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嘛。哦，你们也不用这么沉重啊，也不是你们搞的。我那个时候就不想一个人跟着我爸，我就会偷偷的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我妈妈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1分钟。我本来想着等你哭完了我再安慰你嘛，结果那个公用电话5毛钱1分钟，我只有5毛钱，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上，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哭完了。这个事情过后有了前车之鉴，我又存了5毛钱去给她打电话，一接起来我说：“妈，我知道你很想哭，但你先别哭，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懂事啊？又哭了1分钟。”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去陪她玩嘛，就快开学了，我妈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坐车回我爸那边。我当时在进站的路上，远远的我就看见我妈在那个广场上，2个手扶着那个栅栏，一边哭一边跟我挥手。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难受，但是我一想，铿锵玫瑰绝不回头。但是我后来还是实在没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我一看2个警察跑过去了，一边一个手把她摁在那个栏杆上，当时把我吓惨了。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警察接的。我说：“哎，你们爪子哦？你们咋把我妈抓了呢？”警察说：“她是你妈呀，她的头卡到栏杆里面了。给你照了半天的时候，你头都不得回一下哦。”好，今天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太 OK， 谢谢，我也喜欢。好，开始了啊。我觉得男的吧。男的题目你在做的时候就要更仔细的审题。高考已经过了，然后看有观众抓旁边的那手说上来就整这个呀。先整点别的啊，别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除了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外，我还是这个节目的总编剧。终于当上总编剧了，果然啊，人要是想升职，还是得跳槽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一样了，以后不要叫我杨丽了，叫我程璐。
我早就想当总编剧了。我第4季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还不是总编剧？我什么时候才能当总编剧？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我就想上桌。当了总编剧2个月以后，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你知道，我想下桌了，我吃完了，因为太累了，你知道，我都瘦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改稿，改到半夜，改的我都去跟王建国说，我说咱们这个总编剧就是总得在这儿编剧哈。我以为是个 title 呢，没想到是个缩写。改稿压力也很大，很怕自己改不好，很敏感。万一哪个演员特别有礼貌说一句说周老板这个想的好，我就说是说我刚才那个想的不好，我给他想个好的，想不出来得给人道歉，说哎真的对不起，最近状态不好。干着干着我就觉得我这个处境我是上桌了吗？我想下桌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能上桌的除了人还有菜。但做新节目还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因为我原来就一直觉得脱口秀节目太少了，对吧？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节目总是不好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对吧？确实也对，确实也对。我现在做很多事儿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还拍一些剧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杨幂在仙侠这个领域，是时候轮到我来竞争一下了。我还问我朋友，我说你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你不想看看杨丽的仙侠剧吗？他说我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我还可以看看杨幂的别的剧。我说别的剧我也可以竞争一下。确实，仙侠剧有些不太适合我，就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要求演员不光要会演戏，还要长得特别漂亮才行。但我吧，你知道，不会演戏。想听我说自己不够漂亮？做梦！我挺漂亮的，尤其是我和杨门一起客串了一个仙侠剧以后，我就更确认了这件事儿。因为那个剧播出的第1天，杨蒙恩丑就上了热搜。但是我没事儿，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舆论终于为我证明了，我是可以融入神仙的队伍的。你知道原来网上大家说我多难听，丑什么的还好，还有人搞封建迷信。有网友分析我的面相，说我额头窄，克夫。还是杨门安慰的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克夫那是看了你的面相吗？那是听了你的段子。”如今你知道他也遇到坎儿了，我也得安慰他呀。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丑那是看了你的面相，但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吧？这都是剧的宣传。你看杨笠加盟新剧也在热搜上，他说那能一样吗？我这个是真的有人在搜。我们这一行确实你知道压力很大，但我还是很喜欢。特别是录了脱口秀节目以后，就因为会有观众跟我说杨笠我好喜欢你啊，看你的段子我觉得好治愈啊，一下就点醒了我。我觉得对呀，这才是我呀，我跟其他演员不一样，我不是来单纯的讲段子了，我是来治愈别人的。我要更努力的治愈别人，我要用我的语言抚平这个世界上女人们心目中所有的伤口。这也不是梗，真的。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你们，我都想瞎了心了。我恨不得在大街上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女的，就给她号脉，说怎么样最近容貌焦虑有没有？职场性骚扰遇到过没有？内耗严不严重？原生家庭这一块，人群中是否感到孤独？都没有。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杨笠脱口秀？就是你知道，当我找准了这个定位以后，我现在心态你知道平和很多了。现在冷场什么的，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别人很着急说杨笠你这个没有人笑啊，我说你不懂，你不懂现在在这个场子里有多少伤口正在悄悄愈合。你仔细听，这是冷场的沉默吗？不，这是血肉正在疯长的声音。谢谢大家，我是杨笠。大家好，我是小伟。
熟悉的味道，朋友们你们好。刚才呢，我和你们一样啊，刚刚才知道杨笠啊当上了总编剧，失误了，朋友们。他给我看稿子提意见的时候，我还纳闷呢，我说杨笠你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呀？啊，你看稿子就看稿子，怎么让我给你倒茶呀？啊！现在理解了，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今天呢，我赢了，说明我是个好演员；我输了，说明他是个烂总编。哎，讲讲好久不见了，然后讲讲去年。去年在我人生中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朋友们，去年我同居了，年底又分居了。同居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很妙，朋友们啊，我不是不喜欢同居这个事情啊，我是不太喜欢同居那个时候那个状态自己，你知道，我变得很计较。就平常我自己住的时候，平常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叠被子、洗衣服，我自己来我都 OK。当我跟一个人同居之后啊，我干这些活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变得不情不愿、絮絮叨叨的。我说这活都我干了啊，我是你佣人吗？我啊，我还是小北吗？我这不小北子吗？而且好多事都要迁就对方，你知道，我自己住的时候，我饿了，我自己订外卖吃就非常方便。当我跟一个人住的时候，我订外卖我就问对方，我说我饿了，我要订外卖，你吃吗？他说我不吃，我会重复的再问一遍，我说你确认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也不饿吗？如果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饿了，你吃我外卖的话，我就有点生气了啊，因为我这人比较护食，我是狗。而且同居之后很多事都要分享，看电视剧你们要分享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假如你们吃饭的时候看2集电视剧，只要这电视剧你们看2集，这个电视剧啊就不属于你一个人的了。啊，假如有一天你自己在家住啊，有点忍不住了，偷偷摸摸的钻进被窝里看第3集，朋友们，这个行为跟出轨没有区别。你永远要等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事情的时候，你们开始看第3集。后来我俩分手了，分手的第3天呢，我把《甄嬛传》全看完了。而且同居很多事我都受不了，处理不了。同居还有很多难免有一些摩擦嘛，生活中摩擦都还好，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晚上你们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太尴尬了，朋友们。我从来没有想过白天2个人互相说特别难听的话，恶语相向，你们晚上还要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面，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以前唯一知道的场所就是派出所了。而且那个气氛太压抑了，我在家里面都不敢大呼吸，我刷短视频都不敢笑。但凡你这个人乐观一点啊，说明你对这个争吵不是很尊重，你知道吧？当然有好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很多时候呢，看似很多很浪漫的行为，比如说一起抱着睡觉，一般就2种经典睡姿。第一种呢是男生平躺，然后用右臂啊环抱女生在胸口睡觉，等这个女生睡着半个小时之后啊，把这个右臂抽出来，然后甩一甩，再睡。这是第一种经典睡姿。第2种经典睡姿呢，就是女生平躺，男生用左手环抱她，但右臂被自己压住了。我想了一下，这个右臂啊怎么睡都是废了。朋友们，我想了，最适合同居一块抱着睡觉就是杨过了。而且2个人睡觉真的不是很舒服，因为我属于神经比较衰弱的那种人，你知道，我觉特别轻，我特别怕旁边人发出动静，就打呼噜啊什么的。其实打呼噜打得匀都还好，我就怕那种打得不匀的，打着打着突然停了，我这神经衰弱，我能睡着，我蹬一就起来，我说看见鼻息，看见鼻息，怎么没鼻息了呀？啊，我手麻了。一块儿睡觉真是太难受了，朋友们。有时候我在想双人床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伪命题？因为以前我在故宫里面看那些博物馆里面那些床，古代床都非常小非常窄，会不会有一天那古代的有一个那个做木床的人，然后他就想，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最近那个现在睡的床太小了，我们做个大床嘛，我做个那种5尺4的床，特别大，然后一个人在上面翻来覆去，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爽那种。然后这个床我们就取个名字叫爽人床。爽人床。建国给写的呀。然后这时候一天津人进来了，他说这是嘛呀？这是双人床，这双人床得双人睡呀，朋友。晚上听这个还不来劲啊？
我要翻跟头了，朋友们。所以有时候在想啊，大学恋爱美好是不是就因为没有同居？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块儿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除了上课之外，两三个小时，吃饭啊、散步啊、看看电影，基本就结束了。到门口之后特别舍不得，你在旁边特别不舍。你说啊，宝贝，你回去吧啊，回去吧啊，宿舍阿姨都催了，回去吧。我也爱你，转身之后回宿舍玩去了，你知道吗？每个人有各自的空间，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真挺好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同居了。我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先进的谈恋爱的方式。叫做走读。走读真不错，朋友们，走读真挺好的。但是呢，劝大家也不要走太远，不然像我这样呢，很容易不小心就被开除了。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谢谢大家，我是严鹤翔。我没有想到啊，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师弟们岌岌可危，少班主他高高在上。其实来这个舞台，我两个师弟可能是有一点紧张，我不紧张，因为我来这儿不是比赛的，我是来找人的。我搭档郭麒麟，我跟他爸都找不着他。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你都逮不着他，你知道吗？然后说点心里话吧，确实我没有想到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有一天能站在一舞台上说笑话被他审视。我不开玩笑，我其实在那儿我很紧张，我一看到大林，我手一直在抠后边那个 LED 那个灯条，我紧张的手麻，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你知道吗？真漏电，我摸一试试。这个导演组问我说：“大林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有看法。当年我们平起平坐，现在我 stand up comedy， 他 sit down police 了他。很多脱口秀演员，包括单口喜剧演员，对我有一些了解，是因为我之前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也发表过我一些看法。我还是那个观念，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逗中国人开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老觉得单口喜剧将来可能也会卷出师承啊、门派啊，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到那天单口喜剧就完了，你知道吗？没办法，大林，我再不这样，咱爷们儿折这儿了。今天我是。太猛了！你们以为大林来是当嘉宾的吗？他是替他爸看着我，不要胡说八道，知道吗？那些叛徒师哥都是昼夜之极，阎鹤祥才是心腹大患。可以啊，没关系啊，徒在外，师命有所不受。不开玩笑啊，说点正经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来这儿了，有好多人问了我很多老问题啊。导演问我说：“阎鹤祥，当年你为什么选择跟郭麒麟搭档呢？”我说：“哥们儿，你真逗，我选择，你老板的孩子想跟你合作，那是你选择的吗？我要能选择，我就是老板了。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搭档郭麒麟，还有我师傅郭德纲先生都太有名了，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我并不想摆脱啊，但大家都想做自己。就像大林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想摆脱他爸的标签，他想做他自己，我很理解的。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包括我也是。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同志们，就是我在网上大家叫我德云太子妃。
就是哀家很不理解，本宫很疑惑。这个大数据很厉害，你知道吧？就头些年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妃，天天给我推戴安娜。然后今年好了，今年开始推凯特了。哎，真是说相声的辈儿还越来越矬。你看，于老师也不能幸免啊，于老师叫相声皇后。所以你看，我跟于老师在单位关系很融洽，因为不想感觉婆媳关系不好。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也问大林，我说有一天我跟你师傅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呀？大林说我要救我师傅，因为我爸爸不能像你一样没搭档。我师傅很心疼我，我师傅说有一天大林要真不说了，我跟于老师我们两口子就带着你，咱仨一块儿演出。后来试了几次不行，观众说看着很可怜，起个名字，这叫德云留守家庭。没办法，后来我跟我师傅说我要出去单飞，做点别的事儿。然后我师傅说不行，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啊，确实很封建，没办法。我一说我自己干，我师傅就会打岔。我跟我师傅说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你认为咱们这儿谁丑陋？我说师傅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咱相声不能守旧。我说师傅要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于谦喝完酒就是口臭。这是相声的技巧，如果不可乐，不是相声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是自己出来了，我做了一些单口喜剧的尝试。然后我发现有好多问题啊，观众会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相声太传统了，你们应该学习单口脱口秀，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但我说有一些他不能瞎借鉴。我在线下看过好多单口喜剧啊，他们来跟观众介绍，你比如说问老刘吧，俩人啊一块儿来的，一男一女。你们俩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他是你男朋友吗？哦，是。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这说相声不能介绍，我们怎么互动？你们俩什么关系？他是你爸爸吗？哦，不是。那有相认的计划吗？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但我觉得脱口秀有时候可以学一学相声，一些有节奏的介绍方式啊。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底的结束啊！谢谢大家，我是周奇墨。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国。谢谢大家，我是庞博。就特像客服，你发现没有？你应该学学相声吧。周奇墨就是我呀，庞博就是我呀，很有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决定不行了，如果隔行如隔山，我就做点别的事儿吧。可能有人了解我，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啊，我跟我师傅说，师傅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师傅他顿时很感动，因为他看了很多书，他对人生啊，他理解。他说：“你给我滚啊！”我说：“师傅，我要积累素材。”我师傅说：“那你旅行的路上有妖怪怎么办？”我说：“师傅，一般妖怪只吃师傅，您不去他没得吃。”我师傅说：“那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不骑了可以锁起来，他不会抛弃你。”说两个旅行的趣事。我在秘鲁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没法跟大家介绍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一般真的简单的盗用你们的名号，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说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在秘鲁的时候，有一个秘鲁警察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在交流，我那个翻译跟这个秘鲁警察说我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拿出一个手机，翻出一个视频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我在伊朗，
我在伊朗的时候，有2个伊朗的朋友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聊完天以后呢，跟我说了一笑话，说我波斯语翻译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说我这个人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那个伊朗人跟那个伊朗人说，这个人我认识的，他一定是成龙。然后那个伊朗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然后我那个翻译说：“这个人在中国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那个人马上改口：“他就是成龙。”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儿啊，走南闯北，还是做一些新喜剧的尝试，我还是想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跟这个新鲜的世界做一个万能的接口，所以不要管我叫德云太子妃，可能的话可以管我叫德云 Type C。好，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搭档不说相声周游世界的单口相声演员阎鹤祥，就是我呀。熟悉的老面孔、新朋友啊，看到很多青年演员呢，我是很有感慨，就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当年一样，是有激情。有梦想，有刘海儿啊！对，现在刘海儿我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你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但是我呢，再也回不去昨天了啊！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变成逆行人生了啊！不好意思，又宣传了，对不起，对不起，不说了啊！我其实跟在座的各位演员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走出来的啊，从小就在剧场里面演戏。每当放学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到这个剧场，然后在剧场的后台做作业，这真的是在那儿写作业。然后轮到我上场了，我就去演出了啊。然后回来一看就很奇怪，就作业也不见了，然后老师批的卷子也不见了，啊，对，我跟老师也是这么演的啊。老师每次就看着我说：“来演，你接着演，你接着演啊，你演的这么好的戏，给我一个人看可惜了，来把你爸妈都叫来啊。”然后我妈就来了，我妈来了说：“怎么还撒谎呢？你跟谁学的？”我说：“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的。”然后那天我的脸上掌声雷动，我说：“妈，你别鼓掌了，我脸都肿了啊。”做喜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小的时候呢，我在排话剧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一个走位啊，跟我们老师吵起来了。他呢坚持让我那么走，而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么走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艺术是有真理的，真理就掌握在安福路第一小学3年2班文艺小队长徐峥的手里面。就是老师觉得我不讲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得讲真理。我们2个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想一想，其实呢，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因为老师罚我抄300遍。今天看到很多新人挑战老演员，我确实很感慨，毕竟这些老演员我都很熟悉啊，像周奇墨啊、庞博啊、杨笠啊、王建国啊。这王建国，我每次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我看到李雪琴，我都会想起王建国。就不知道王建国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还好吗？啊，对。其实做演员是很容易被新人打败的，因为观众永远需要看到新面孔，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你看那个贾冰啊，他长得虽然比我老，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新鲜，老新鲜了。来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喜剧之王这4个字。喜剧之王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拍的，大家都知道哈。你想想看，那个电影的结局，最后尹天仇他没有拍成他的电影，没有当成电影的男主角，最后还是回到剧场里面了，去演雷雨去了。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感动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成为了喜剧之王，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回到剧场。当然，没有成为喜剧之王也不要伤心，因为你们会更快的回到剧场。咱们剧场见，谢谢大家，我是徐峥。